贤儿不喜这膳食，母后快着人撤下去吧。贤儿，每一粒黍都是农者经历4季，辛勤耕作才有所成。贤儿应知，这一粥一饭皆来之不易，一丝一缕实属物力维艰。如若像你这般暴殄天物，浪费百姓血汗，岂是一国之储君该有的作为？贤儿知错了，多谢母后教诲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趁春光大好，母后陪贤儿体会农者耕作辛劳，可好？好啊，母后。那我们种什么呢？贤儿喜欢什么，我们便种什么。待到秋收之时，邀你父皇与我们共享收获之喜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始干活吧。父皇，你喜欢吗？贤儿，你们这是为何呀？皇后知我想念母后，也知父皇您一定也会想念母后，故与我商量，一起排了这出皮影戏来纪念母后。做得好，做得很好。以后这出皮影戏就在先后的忌日表演，以纪念他的贤德名讳。是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做一个明君，做一个好丈夫，做一个好父亲。皇后，近来长安内外有兵马异动，虽然还未查清楚对方是何人，但我担心他们的目标是皇宫，所以皇后，以后你要对宫中的一切多加提防。那皇帝会不会有危险？皇后不必惊慌，现在只是怀疑，我们已派人暗中调查，而且为防万一，鲁国公已增派了禁军在宫中守卫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不过皇后，你以后一定要对身边的可疑之人多加提防，尤其是皇帝的膳食，一定要查验清楚，千万要让信得过的人来准备。多谢姐姐提醒，我一定会多加提防的。陛下，您最近总犯恶心，奴才还是再给您请太医，好好看看吧。不必了，看了那么多次，都说朕是劳累过度，可你看看，这么多事情，朕能不处理吗？我爱他。启禀陛下，鲁国公高将军求见。宣。是。宣鲁国公高将军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你们先退下。如何？那几个人招了吗？回陛下，用尽酷刑，他们一个字也没说。看来事态已经很严重了。不过陛下，按问军查到，最近晋国公府夜间常有人出入，十分神秘。而且许多州郡皆有小队人马直奔长安而来，但都潜伏在长安附近。若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，我们猜想幕后之人便是宇文护，他们是用宇文护来迷惑我们的声东击西之计。没想到，朕还是小看宇文护了。如今他各地的亲信都在往长安增派兵马，我们怀疑宇文护要反了。只怪朕当初心太软。看来只要他还活着，终究会有这么一天。二位，可有什么应对之法？眼下有2条路：一是趁他们尚未行动，便将其亲信全部拿下，但此举名不正言不顺；还有可能打草惊蛇，让宇文护有机可逃。
二是等宇文护行动，再名正言顺将他拿下。恐怕到时长安城内外又会有一场恶战，不知会伤及多少无辜啊！这依我看啊，直接去晋国公府把他给抓了，快刀斩乱麻。反正他是装病，这也是欺君之罪。但是这次要反的不止宇文护一个人，若抓了他，他的亲信便会立刻隐藏起来，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，日后对陛下十分不利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等。一旦宇文护带领他那些亲信行动，我们便来个一网打尽。在此期间，你们全面监控长安内外，调集兵马，做好准备，但切勿轻举妄动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些劳累罢了，歇息一下便好。陛下，以防万一，除了禁军之外，我还会抽调暗卫军，秘密驻守皇城。去吧。陛下，臣也会严密防卫皇宫，保护陛下周全。好。陛下，您休息吧，臣等告退。宇文护，刚才皇帝、皇后还有太子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奴婢看着都很感动。这呀，也是本宫最想过的日子，没有图谋，没有争斗，就这样开开心心过一辈子，多好啊！哎，这个呀，是本宫为陛下绣的香囊，好看吗？嗯。我的玉佩呢？是不是掉在来的路上了？这玉佩是我来长安前母亲所赠，意义非凡。你们快言来路，仔细寻找。是。你以后一定要对身边的可疑之人多加提防，尤其是皇帝的膳食，一定要查验清楚，千万要让信得过的人来准备。站住！参见皇后。你要拿这个去哪里？啊，宁州的桃子到了，天王最喜欢吃宁州桃子，奴才正要送过去呢。你刚才对这个桃子做了什么？奴才刚用糖水泡过了桃子，口感更佳。是吗？嗯。那你吃一个给我看。啊？皇后，你难得聪明一次，却是自己找死。皇后刚才还好好的，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？
陛下，皇后刚才去御膳房，说是要亲手准备您的吃食，谁知路上皇后的玉佩丢了，命奴婢们返回寻找，玉佩是找到了，皇后却被歹人。都是奴婢不好，奴婢不该留皇后一个人在那，请陛下治罪。陛下，臣已命禁军彻底搜查皇宫，一定会将那歹人抓到的。母后，母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母后，母后，你不能死啊！仙儿已经没了一个母后了，母后，父王，父王，父王。陛下，您不能去啊！你让开！朕要杀了宇文护，朕要杀了他！陛下，如今没有任何证据，你现在贸然过去，只是送死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先皇后被他害死，如今他要杀了云禅，朕不杀了他，朕还是个人吗？你若要去，便先杀了微臣。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吗？陛下，您说的没错，可是宇文护既然敢派人下手，定是早已做好了防备。您这样冲动前去，就是送死。您有没有考虑过大周的黎民百姓？有没有考虑过大周的江山社稷？若皇后在天有灵，她断然不会让您去冒险的。来了，鲁国公，高大哥，杨兄，杨兄，想必我不说你也知道，为何这么急着叫你来？皇帝他准备如何对付宇文护？你也认定是宇文护？哎呀，这天下人都知道是他，这还用说吗？问题就在这儿啊！天下人都认为是宇文护，但都没有证据啊。此事一定另有内情。据伽罗推测，很可能是宇文护的细作混入了宫中，而皇后又察觉到了什么，所以才惨遭毒手。伽罗也这么想。若此事当真，那当务之急就是要查出那个细作到底是谁，严密保护好皇帝，同时查探出宇文护下一步究竟想做什么。这段时间我们会盯紧晋国公府。杨兄，高大哥，这次便仰仗你们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客气话呀！我们兄弟三人那都是皇帝的臣子，上苍有眼，定会保佑我们铲除奸邪的。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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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来喝酒。给，来，来来。高大哥，你刚才说我们兄弟三人，怎么？你不愿意做我俩的兄弟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想和你们做兄弟，但不是那种称兄道弟的兄弟，而是真正的兄弟。要不我们结拜吧？结拜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
今日宇文邕、高俅杨坚结为兄弟，从此同心协力，辅佐皇帝，惩奸除恶，救困扶危，荣辱与共，强我大周。苍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若为此事，虽远必诛。今日起，我们便是真正的兄弟了。高大哥啊，你最年长，即为大哥。杨兄，你比我大，你为二哥。三弟，三弟，大哥，二弟，二哥，大哥，好。陛下，您要找什么呀？奴才帮您找便是。啊，奏章，奏章在哪里？哎呦，朕要把揭发宇文护的奏章全部找出来，朕要一宗一宗定他的罪，朕要把他打入天牢。陛下，您快歇一歇吧，您都几日未进膳食了，龙体要紧呀。启禀陛下，随国公府大夫人求见。快传。是。宣，随国公府大夫人觐见。伽罗，伽罗，你来得正好，赶紧帮朕一起找找。陛下在找什么？哎呀，杨夫人，您快帮着劝劝吧。陛下正在找奏章，要定大冢宰的罪，老奴怎么劝，他也不肯歇一歇呀。伽罗知道陛下恨透了宇文护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只是现在苦无证据，无法定宇文护的罪，还望陛下先冷静下来，不要因此乱了心神，让宇文护有机可乘。你说什么？没证据？宇文护夺我皇权，残害忠良，结党营私，买卖官职，私铸列钱。先是害死了先皇后，如今又暗害了云禅，条条罪状，皆当诛其九族。朕恨不得现在就将他凌迟处死。你跟朕说没有证据？好，朕现在就告诉你，朕就是证据。请陛下冷静，保住龙体啊！宇文护一日不出，朕一日不得安生。你让朕怎么冷静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快传太医！陛下是陛下，哎呀！扶我起来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你们过来。仙儿，父皇有些话要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听好。皇宫处处险恶，父皇不想让你当这个皇帝。父皇一辈子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，不想你也过这样的日子。你们也都知道，自朕登基以来，一直受到宇文护的摆布，忠良受其迫害，百姓受其剥削。朕看在眼里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种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。父皇保护不了大周百姓，连你的两位母后也保护不了。所以朕不想让贤儿也过这种日子。你应该像其他的孩子一样，平安、幸福的长大。父皇，陛下，你没事吧？贤儿不怕，贤儿可以杀了那宇文护。父皇，你不能有事啊！父皇，贤儿，朕便是怕你有这种想法，才不愿让你做皇帝的。你还只是个孩子，你斗不过他的，连朕都斗不过他，你知道吗？陛下，还有机会的。杨坚、鲁国公和高大哥已经在搜集证据，
很快便可以定宇文护一党的罪。来不及了，是朕一念之仁，让宇文护一党死灰复燃。朕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杀了宇文护。伽罗，朕命不久矣。朕死了之后，宇文护必定像对待朕一样对待贤儿。答应朕一件事，立刻送贤儿离开大周，越远越好。父皇，你不能抛下贤儿啊！父皇，你不能抛下贤儿啊！父皇，我求你了，父皇，你不能抛下贤儿啊！贤儿，朕也舍不得你，但是你留下来必死无疑。你若出事，父皇死也不会瞑目。你记住，离开大周之后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做一个普通人，好好生活下去，好吗？伽罗，你姐姐最疼贤儿了。为了你姐姐，也为了朕，你务必要保护好贤儿。陛下，伽罗必定不负所托。不要怪朕。父皇，父皇，你不要抛下我，父皇。走啊！父皇，快带他走！父皇，我不能抛下你一个人。父皇，我不走。父皇，我不走。父皇，父皇，我不走。我不能抛下你，父皇，父皇。皇帝真的病得如此严重？千真万确，我替皇帝诊过脉，皇帝五内俱伤，就算华佗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那依你看，他最多能活多久？最多不过1日。做得好。下去领赏吧。谢大冢宰。恭喜大冢宰，皇上一死，那年幼的太子就任凭大冢宰摆布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杨素，属下在。你立刻去西郊，通知潜藏在那里的府兵做好准备，随时跟我进攻。遵命。请慢。大冢宰，杨素入府不久，去了怕是灭生。属下与西郊府兵的统帅是旧相识。不如让属下去吧，免得坏了大冢宰的大事。这个李文贵，分明就是怕你抢了他的风头。那你去吧。属下遵命。等等，一切小心。是。等了几日都未见动静，这老狐狸可真沉得住气。如此平静，我反而有些担心，只怕是狂风暴雨前的平静。有动静！都听好了，1队、2队，随我出发，剩下的人保护大冢宰。是。出发。你们几个回去召集人手，按照我留下的案件跟上来。是。你们几个继续在这儿盯着，剩下的跟我来。杨夫人，胡大哥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，此行路途遥远且凶险，我特意请他们来与我一同护送，一策万全。多谢你，有劳各位了。杨夫人不必客气，徐大哥临走前交代过，若是你们遇到什么困难，要我们全力相助。
仙儿，记住了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韩玄义。出了大周，你就是一个寻常百姓的孩子。南芝是你姐姐，这一路上要好好听吴江大哥的安排，照顾好自己，明白吗？嗯。南芝，出了大周，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。不，我不嫁人，我会一直照顾玄义的。仙儿，一定要替你父皇和母后照顾好自己。姨母，去吧。姨母，请你告诉父皇，让他好好活着。还有，等到母后忌日的时候，带我向母后点一炷香，2个母后都要点。明白，放心吧。去吧。嗯。吴大哥，他们2位就麻烦你了。杨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护他们周全。待安顿好以后，便派人通知你。好。姐姐，你一定要保佑他们。来。李将军威猛啊！是啊，将军海量啊！严统领，不是我自夸呀，在大冢仔面前，我李文贵称第2，便无人敢称第1。那是啊！你说那个杨素，我呸！他算什么东西？你信不信？我随时能将他给收拾了。兄弟我以后还得仰仗李将军，在大冢仔面前多美言几句啊！好，我当你是兄弟。先让你们快活会儿，等下看你们怎么哭。一将营定破围，传我命令，杀入军营，活捉李文贵和其余人等。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你们的统帅已被擒拿，你等还不束手就擒？全部带走！是，走，前，走，快，收，叫你怎样？收，说，别打了，快说！让你怎样？停！
谦、高炯，你们想找死吗？我那朝廷命官，你们敢如此对我？你既然身为朝廷命官，那就应该明白，在长安附近私自屯兵，罪图谋反。说实话，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我与严统领是旧相识，得知他有时路过长安，便去一聚而已。你识相的，就快将我们放了，不然闹到大冢宰那里，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！严统领，我知道你是被人胁迫的。若你肯从实招来，尚可将功补过；若不然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严统领，谋逆可是大罪，我如今是给你一条活路。不说是吧？不要！不吵！严统领，我帮帮你。是大冢宰命令我带兵进长安前府等候调遣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个混账！你个小人！陛下，陛下，我已将太子送出长安了。还顺利吗？我送太子出宫之事无人知晓，一路上护送之人绝对可靠，请陛下放心。太好了。对了，陆国公和杨坚那边如何了？他们已捉拿了其中一个叛军统领，并拿到了执政宇文护的供词。做得好。朕大限将至，还有最后一事要交托于你。陛下，请说。赵先生，各州将领都已在各宫门外集结了，只差李将军以西郊府兵还未到。怎会去了一夜还未归呀？李文贵这个人贪功，按理说此时他应该早早就到了，怕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那怎么办？不会是皇帝察觉我们的计划了吧？赵先生，各路府兵已经集结在皇宫之外了，可这皇宫之内的禁军却无半点动静，奇怪呀！就是怕禁军反抗，所以才集结这么多府兵的。若是李文贵真的被抓，供出我们的计划，糟了！我必须立刻禀报大冢宰，请他示下是否提前行动。你二人带一队府兵先去鹿门，那里有我们的人接应，好好探查一下，看看宫中究竟是何情况。是。走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宣鲁国公觐见。
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便是他们，欲图谋反吗？回禀陛下，正是。臣弟昨日接到密报，西郊有一队兵马安营扎寨，意图不轨，遂派人前去围剿，将其全部擒获。经连夜审问，二人俱已招出幕后主使。此乃公状，请陛下过目。宇文护终于按耐不住了。陛下，宇文护大逆不道，臣恳请陛下下旨，即刻捉拿宇文护。他想逼宫，早晚回来，又何必大费周章亲自去请他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朕有旨要下。人生天地之间，秉五常之气。天地有穷矣，五常有推移，人安得常在？是以生而有死者，物理之必然。今朕体不适，恐时日无多。然此乃天命，夫复何言？朕莫九泉之后，大位空虚，社稷无主，震而幼稚，未堪当国。鲁国公宇文邕，朕之芥蒂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，能弘我大周，继大位者，必此子也。时势因违，病困心乱，只能及此。朕今人死，殊此怀抱。陛下，鲁国公，我大周今后便交于你了。可是陛下，大种子，这来了，是啊，不是卧病在重。大种子，你终于来了，陛下。你匆匆忙忙将皇位传给四弟，恐怕不妥。朕似乎没问你的意见，恐怕由不得你不问了。兵符在文昌殿，掌兵符者掌大周军权。为防万一，你速去将兵符带走，有机会交给鲁国公或尉迟将军，千万不能落入宇文护的手中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赵先生不是让我们……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去找兵符，兵符在文昌殿，对大冢仔至关重要。杨夫人，快将兵符交出来，大家也无需动手。一个乱臣贼子，朕让你站在此处与朕对话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。
人要懂得知足，得寸进尺，只能是其罪当诛。你说我有罪，我便有罪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带着那么多府兵进宫，怎么是想造反吗？严统领与各州将领千里迢迢来为我祝寿，我派李文贵去西郊接他们，不想被陛下你误会。陛下，你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他们都已经招供了，是你们刑讯逼供的吧？皇宫周围集结了大量府兵，不是造反又是什么？皇后被暗杀，可见禁军之无能。我派遣府兵护卫皇宫，保卫陛下，陛下却不识好人心。如今皇宫不是好好的吗？他们动皇宫的一草一木了吗？真是荒谬啊！你别忘了，你装病，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陛下，我好好的站在这儿，是病愈，并非装病。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所有为我诊过病的御医，那些御医早就被你买通了。买通？那证据呢？证据？你不说，朕倒忘了。这个是陇西太守，参拟宇文护，私占良田，贪污国库，钱帛无数。污蔑他是在报复我，将他贬职。好，这个是秦州、凉州刺史，参拟宇文护，豢养大量府兵，图谋不轨。笑话！你问问他们，哪个没有府兵？这个是参拟收受贿赂，私卖官职；这个是参拟伪造公文，还有这个是参拟私铸劣钱，谋取暴利。够了，够了！怎么，你也会害怕吗？还没完呢，这些全都是参拟的罪行的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罄竹难书。朕皆已查明，你宇文护罪大恶极。可悲呀，可悲！太祖，您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一心辅佐的陛下。他想杀我，便捏造出这么多罪状。你少瞒出太祖之命！他若看到你如此败坏我大周江山，也容不得你。来人呐，给朕将宇文护拿下！你还想反抗？贼心不灭，等着受死吧！秦军听令，将其统统拿下！谁敢？你以为只有你能集结兵力？朕告诉你，朕才是大周的皇帝，将你贼宇文护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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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兵符！加罗！陛下！宣太医，是。我亲自去请。杨坚，跟我走。高大哥，你保护皇帝。好。
鲁国公，皇帝太过劳心劳力，才会病入膏肓，恐怕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杨夫人，把兵符交出来！江罗，江罗，大佬！江罗，杨坚，我也不想伤你夫人，只要将兵符交出来，我立刻放了他。不可以，皇帝有令，兵符绝不能落入宇文护的手中。住口！杨坚，她可是你的夫人，你难道就不顾惜她的性命吗？杨素，你我好歹有袍泽之谊，你真的愿意助纣为虐，为宇文护这个奸贼卖命吗？我只为其主，谁赏识我，我就拼死效忠。杨坚，我再说一次，把兵符交出来！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想当英雄并没有错，但要选择一条正道。一旦你踏上这条路，便无法回头了。近墨者黑，与恶为伍。你出卖的是自己的良知。杨大哥，你别跟他啰嗦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赶快把兵符交出来！你放了伽罗，我给你们兵符。不可以，不能将兵符给他。若是落入宇文护手中，那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杨坚，不可！伽罗，大冢宰，做得好。这一切早该回到我手中了。杨坚，这一剑我是替慧儿还给你的，她的仇我迟早会跟你算。但是现在我不会杀你们，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皇帝咽气，亲眼看着我重掌大权，亲眼看着你们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。生不如死的滋味儿，我要让你们慢慢承受。走。杨素，属下在。你与各州将领带兵在此把守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崇义宫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属下遵命。鲁国公，皇帝传位于你，莫做无谓的牺牲。参见大冢宰。都给我出去！是。大冢宰，大冢宰。
你若想天下太平，此刻该遗诏还来得及。你想让朕传位于你，君是君，臣是臣，只有臣听君，没有君听臣。君臣，君可以变臣，臣亦可以变君。你们能坐上皇位，也是我让你们坐的。但是你不能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命。就因为你是太祖的儿子，而我是太祖的侄子，那又如何？这皇位，我让你坐，你就乖乖的坐；我让你死，你就别想活着。你是君又如何？我才是天。你没有那个天命，你只是一个永远无法继位的皇亲。名不正，言不顺，朕即使是让位于你，你也注定遗臭万年。即使你逼宫成功，也注定被天下人所耻笑。宇文护，你以为你精心筹划了一切？朕告诉你，主动权一直在朕的手上，权臣终究也只是臣子，朕才是天。你看似风光，其实在朕眼中，你只是一条为我们皇家卖命的狗。贱人，也妄想登上这九五之位，你不配。普天之下，众口悠悠。输定了。皇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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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兄！
启禀大冢宰，属下一带人查遍了整个皇宫，但并未找到太子踪迹。所有地方都找过了？是，属下亲自带人搜查，绝无遗漏。太子想必已不在宫中。皇帝刚刚宾天，太子便不知所踪，这事儿真不简单呐。想我大周开国至今，从未有过有太子却改立他人为帝之事。此事有违祖制，皇帝一向圣明，绝不会做出如此糊涂的决定。必定是因皇帝病重，神志不清，被别有用心之人给蛊惑了。此事交由天官府彻查，若是真有人不择手段，抢了本该属于太子的皇位，定将严惩不贷。此外，太子失踪，杨整身为禁军统领，却毫不知情，简直就是玩忽职守。从今日起，免去其左公伯一职，交由杨素接任。谢大冢宰。皇兄为何急着传位于我？莫非早知自己命不久矣？那太子呢？难道真的是皇帝早做打算，而将太子送走？宇文护重掌朝堂，中外军兵全尽在其手，以后想除掉他，更是难上加难。陆国公，伽罗，你怎么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有件事情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。何事？其实太子是皇帝命我送走的，如今他应该已出了大周。这是为何呀？就在皇帝宾天的前一日，他似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担心宇文护会对太子不利，故而命我将贤儿送出大周，过平凡人的生活。果真如此，皇兄是想让我应对宇文护。因为在皇帝看来，能和宇文护对抗的，也只有你了。我可以吗？我拿什么跟他对抗？我知道你有很多顾虑，而前路亦是艰险，所以我想再告诉你一件事，让你自己决定是否去争取皇位。你说吧。太医说皇帝是日久操劳，心力交瘁，但我怀疑并非如此，因为我曾亲眼看到皇帝咳出的血是黑色的。黑色？皇兄，皇兄！在大德殿上，我扶皇兄的时候，也发现他嘴角的血颜色不正常，但当时来不及细想。其实皇帝也有疑心，他怀疑自己是被人下了无法查验之毒。那毒害他的人，哼，除了宇文护还能有谁？我也怀疑皇后被害跟宇文护脱不了干系。如今他只手遮天，现在又找不到太子，你能否遵从遗诏，继承大位，还未可知。我将知道的都告诉你，好让你提前防备。皇兄曾提到过，当初三哥突然暴毙，他就怀疑是宇文护下的毒，只是苦无证据，所以皇兄一直小心谨慎。可没想到，倘若皇兄当真是宇文护所害，那他也太丧心病狂了。他真的下得了狠心，杀我两位哥哥吗？宇文护毒害皇帝，是因为太子年幼，即便登基，也好控制。
幸好皇帝有先见之明，将太子送走。但是宇文护没有想到皇帝会传位于你，如今他要对付的就是你了。各位弟兄，安卫军是先皇所设，一直打击贪腐，监察叛军，是大周的功臣。可是眼下先皇驾崩，朝中的形势，相信你们也都清楚。若是安卫军继续存在，只怕会对你们的性命造成威胁。因此，我宣布，从此刻开始，安卫军正式解散。诸位，安卫军成立以来，我知道大家都付出了很多，这正如我们的名字一样嘛，身在暗处，付出的再多，也不被世人所知晓。所以，诸位无名英雄，从此刻开始，大家都见光了，这也是坏事中的好事啊！大家不要伤感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，都等着你们呢。高将军，杨统领，只要你们一句话，我随叫随到。我也是，随叫随到。对，随到。好兄弟，高将军，杨统领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吧，弟兄们。高大哥，他们都走了。组建安卫军，仿佛还是昨日之事。你看，一转眼，又全散了。唉，只希望阿勇顺利登基之后，能重组安卫军。宇文护装病迷惑世人，可是没想到，在先皇驾崩之日，他又带着兵重进朝堂。这背后的阴谋和他所扶持的势力，确实让人感到可怕。只怕三弟登基以后，掌控朝堂的人依然是宇文护。哎呀，只要他能顺利登基，以三弟的性格和谋略，不会比宇文护差。这些都是后话了。我只怕宇文护在三弟登基一事上，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。先帝驾崩，朝堂变动，形势复杂，杨家也不免深陷其中。我担心会给染房招来麻烦，所以日后染房就交由你来打理了。我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杨夫人，我不行的。你行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你勤恳做事的那份用心，还有你对染房的热情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相信你行的。谢杨夫人抬举，但是如今皇后不在了，若是你又要走，我们的染房能撑得下去吗？当然可以。还记得吗？当初皇后开设这个染房的目的，便是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你们在此劳作，不是为了皇后，亦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们自己。只要你们全力以赴，何愁染房撑不下去？好，杨夫人，我一定努力坚持下去，全力以赴。我答应你，若是有任何困难，我必定第一时间赶回来。你只管打理好这里的事，管好这里的人便可。杨夫人，以后连你也不来染房了吗？这染房没有你和皇后在，我们心里总是不安呐。是啊，杨夫人，我们舍不得你，别走啊！不要走啊，舍不得你啊！诸位，我自己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所以一段时间内不能与大家一起为染房出力了。但这只是暂时的，我相信，待我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一定已将染房做得更好了。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定会把染房做得更好。放心吧，杨夫人。好了，大家都干活吧。走吧。
鲁国公，伽罗，我不想登基为帝。难道是因为先前先皇被毒害一事？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，也只有你能理解我了。鲁国公，我能够明白你的忧虑与恐惧，我可以理解你，但我不能支持你。为何？你若不做皇帝，难不成要将大周的江山拱手让给宇文护？我不管谁会做这个皇帝，反正我不做。好，那就让宇文护做。只不过，从今往后，这朝堂上还会死多少人，百姓还会受多少苦。你若真的可以视而不见，那你便安心退出吧。你是在激我？你明知三哥和大哥先后被宇文护毒害，你还让我做这个皇帝，连你也不管我的死活了，是不是？你并非不想做这个皇帝吧？而且你知道不得不做，所以才来寻求我这个旁人的支持，以图心安理得的不做皇帝。我没有。你以为你将皇位让给宇文护，你便能自保吗？你是太祖的正统血脉，是先皇钦定的皇位继承人。你的存在，永远都会是宇文护心头上的一根刺。你想想，以宇文护的性子，他能不拔了你这根刺吗？但你若登上了皇位，这天下人都看着，一时半刻，他也不敢将你如何。你还有机会扳倒他。扳倒他，谈何容易！消灭皇帝与先皇，皆是因为想要夺回王权，才会使宇文护起了杀心。你若顺从于他，他一时不会对你起歹心。你让我做个傀儡，即便我可以，但他会信我顺从于他？他自然是不会全信，但是他懂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想求活，所以顺从于他，这也是说得通的。当他在信与不信之间衡量时，便是你争取到的时间。世人都会患得患失，瞻前顾后，反而会害怕失去手中的筹码。这进退之间，便是攻心的较量。以屈求伸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折服以获敌，蓄势以待机，方能成大事。